朝鲜无人机进入韩国领空7小时，韩军飞机拦截不成反坠毁，不是丢脸那么简单的事儿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证明了无人机的重要作用，包括侦察无人机、巡飞弹和察打一体无人机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战场的形态。这就带来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：如何对付无人机的威胁？当然，你可以说用激光武器、防空导弹、战斗机、反无人机的电磁枪，甚至是高射机枪等等。但是，当无人机的威胁真的到来的时候，有些国家却懵了，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付，甚至遭到了严重的羞辱。近日，朝鲜多架无人机越界进入韩国上空。这些无人机在韩国领空停留了7个多小时，甚至飞到首尔郊区，韩军一度束手无策。更丢脸的是，韩国军队先后出动了喷气式战斗机、轻型攻击机和直升机前出拦截，结果一架 KA-1攻击机坠毁，导致2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。其实，朝鲜无人机飞入韩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据韩军报告，几年前朝方的无人机就曾经进入韩国领空，飞行时间长达5小时30多分钟，飞行距离490多公里，返回途中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。要注意，当时那架朝方无人机可不是被韩国军队拦截击落的，而是毁于自身的故障。几年过去了，韩国军队面对轻小型无人机的入侵仍然是打不下来，其表现还不如某些中东国家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发出疑问：韩国为何应对朝方的无人侦察机时表现得那么拉垮，甚至是束手无策呢？韩国不是有 F-35隐身战斗机以及 F-15、F-16战斗机吗？其实，面对个头只有几十公斤重、使用复合材料制作、飞行速度又很慢的无人机，还真的不是超音速战斗机能够对付的。个头不大的无人机，雷达反射截面积非常小，不容易被探测到，而且在现有多普勒雷达体制下，飞行速度很慢的无人机有可能会被过滤掉。你可以把这类无人机理解为是隐身的低小慢目标，而要对付这样的目标，就需要采取其他的办法和特殊手段。当前比较有效的办法是用激光武器、电磁脉冲武器、高射机枪、防空火炮和电子干扰设备等等，主要靠雷达、红外、光学设备和目视的方法组成预警网，发现目标后组织各种防空手段进行拦截。如果无人机过来的方向不确定，又没有提前做好准备，等无人机飞到头顶时再想办法，那就迟了。这也是韩国方面胡乱应对并导致攻击机坠毁的重要原因。那么，韩国无力拦截朝方无人机并导致失败的教训，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不能简单的嘲笑韩国军队很拉垮、很丢脸就完了。因为低小慢目标原本就是当前各国都非常难以对付的存在，因为你不可能到处都部署地空导弹。可以说，任何国家面对大范围无人机的袭击时，基本上都是门户洞开的，即使是美国也是如此。因此，要想应对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和局部冲突，必须建立起一支有效、管用的预警信息网络和防空火力网，开发新的防空系统，比如激光武器、微波武器、电磁干扰枪、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等等。其实，韩国今天的尴尬给我们的重要启示，不仅仅只是如何防御小型无人机，而是如何发展蜂群无人机。朝方的无人侦察机是比较低端的产品，可能也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一点，它们多半属于航线比较固定的程序控制无人机，相对而言容易拦截。但如果技术水平高一点，那么同时出动几十架、上百架无人机组成蜂群，分别执行侦察、干扰、攻击任务，那就更难对付了。如果想看一下成熟的蜂群攻击武器系统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早就展示过。特别是带有人工智能的蜂群无人机，会分工与协作，几乎就是无敌般的存在。如果再由其他大型无人机平台投放，蜂群无人机就会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，而且能够快速机动部署。这样的武器系统，如果执行对地攻击任务，能打得对手抬不起头来；如果执行反舰作战任务，
让对方的军舰根本就拦截不过来。这样的无人机蜂群甚至可以执行攻击和干扰航母的作战任务。只要能炸毁舰载机以及舰桥和甲板上的设施，就能让敌方的航母瘫痪在远海。所以，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无人机攻防战，充分证明中国发展无人机蜂群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与小型无人机蜂群的组合，真的有可能改变未来的作战样式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